楞严经卷4终于完结了，要把它用白话的方式说出来，并且每一句都含有妙理，使人一听下去非常舒服，是一件不简单的事。卷4所包含的境界非常的深，而且内容也非常的广。我把卷4分成了17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的问题。富楼那是4果无漏的大阿罗汉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切万物都是如来藏清净本然，却突然生山河大地。佛陀马上就知道了富楼那的问题在哪。佛陀的回答也非常的圆满，因为我把佛陀的回答分成了几个视频，所以听起来有点不知所云。突然生山河大地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个自性要去寻找，我们在自己所知的基础上再去寻找真理，会有这样的行为。是因为根本无明的缘故，我们不知道自性是不需要寻找的，但是我们向外寻找，这个念头就会导致有山河大地的出现。那么佛陀的回答当然没有我的回答这么普通。佛陀先是跟富楼那重复了自己平时说的，我们这个自性是本觉的，本来就是圆满的，这个本觉是寂静的，虽然寂静，但是可以遍照法界，普照3000大千世界。在这里我可以把投影机所谓一个比喻，投影机就像是自性，它一直照着这一切的万事万物，而且永远都没有熄灭的那一天。而且这个投影机里面有着一切时间的变化，随着业力而显现不同的画面。这个投影机是寂静的，也是我们本身。但是富楼那不知道有这个投影机，不知道这个自性，以为这个投影机也就是这个自性要去寻找才能得到，但是投影机本来就是我们，又如何用投影机去寻找投影机呢？于是佛陀就开始说寻找自性，这个举动会带来什么后果？我们只要开始向外寻找，想要找真理，找自性，找明，还是找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开始找，这就开始一念无明生三系。境界为圆长六粗的过程，本来虚空一片寂静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一个本觉。一旦你想要开始找，这一念就是根本无明，本来清净，又何必找呢？你一找就有问题了，有了根本无明，而且这一找同时也形成了业相，令你生出能见和所见这种非常非常微细的相。这是第8识的分别，分别能见和所见，所见的就是外面的境界。但是此时这外境还没有色尘，漆黑一片，不过你就认这是所见的相了。由于没有相，但是你已经动念了，我们一般都没办法观察到这么微细的念，那么一开始我们也是观察不到的，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想要理解这个漆黑一片的相，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念头，也就是坚固妄想。有了坚固的念头，那外境中就会有坚固的物质出现，这也符合量子力学所说的一切物质由观测而来。一开始的物质没有固定的，但是物质是有颜色的，这个有颜色的物质跟没有颜色的虚空就产生同和异的区别，不同的物质有颜色，虚空没有颜色，这就成了对立的分别心。不过有了物质就有了世界，同和异这两种关系中继续分别，立出来一个无同无异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自己跟物质世界捆绑在了一起。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见性，但是每个众生跟物质世界捆绑的方式不一样，所以这就是无同。不过每个人的自性都是一样清净无染的，这是无异，所以就有了世界和众生。但是大家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，在这个物质与虚空之间扰乱，弄来弄去，就有了84000烦恼，有了烦恼就生出了山河大地，有了色尘物质，在这基础之上就生出更多的烦恼了。虽然有了物质，但是在虚空里本来是没有所谓的同，也没有所谓的异，但是因为分别的缘故，物质与虚空才有了同和异的区别。佛陀回来说，这个4大的出现，我们的自性是本觉的，遍照着虚空法界，但是分别这虚空外境的时候却生出了疑惑，这就是觉与不觉之间的对待的。你与物，觉与不觉之间互相对待，就像我们的银河系一样，永远都在互相对待，这个业相就形成了风轮，所以这个世界就有了风轮来支撑着这个世界。有了风，而且又有坚固的妄想，想要明白这个世界，
这个坚固的妄想形成物质，这种物质被佛陀称为金轮。金轮不一定是金属，可以是一切坚硬的物质。金轮也可以称为地大。现在就有地和风来支撑着这个世界，整个世界有风也有地，风和地互相摩擦，火也随缘而出现了。地大跟火大之间互相影响，火令金属生出一种润的湿气来，水大也随缘显现了，风火水地就随缘出现了。当火的属性上升，水的属性下降，生出一种坚硬的地，湿为巨海，干为舟山。水是烈火的时候，又可以结为高山，例如岩浆同时有水大也有火大，冷却之后成了高山。而水和土的因缘就可以形成树林，只因为有这个互相交织的妄念，风火水地互相做种子，令世界不断相续。也因为这个寻找解脱、寻找真理的缘故，这个无明在前，我们一直执着这个外境所变化的业相，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听到什么就是什么，闻到什么就是什么。本来见性、闻性、嗅性、尝性、觉性、知性都是同一个性，但是因为业相和外境各种境界变化的缘故，令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就像是6种不同的境界，把这个自性分成6种功用，也就是6根，分出6根对6尘，再生出6识来分别6尘。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互不相识的，但是如果大家所造的业力相同，就会互相缠绕在一起，一起受同一种果报。自己的业力受尽了，大家也就分开了。虽然业力相同，但是大家都是在受着自己所造的业力。和你的见解不相同的，大家就会有斗争，就会憎恨对方。其实这都是妄想，无论自己所执着的见解，还是对方所执着的见解，都只是妄想而已。跟你的妄想差不多的，能够互相配合的，就会走在一起。例如你是一个高大威猛的男生，你想要保护弱小的女生，而恰好有一个弱小的女生想要寻找一个高大威猛的男生，这里大家的妄想就是相同的，既然相同，就会互相相爱。互相相爱了之后，大家凭着这一个妄想来牵引着对方，但是大家有可能在很多的想法上都是持不同意见的。例如男方认为生活平稳就好，不需要去赚大钱，而女生就认为人生需要冒险，需要赚大钱。在不同的想法上，就是另一种因缘，就会互相憎恨对方，直到发现原本相同的妄想不起作用，也就是男方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女方的时候，缘分就尽了，一对情侣就解散了。不过现在假设男女持续相爱之后结婚生小孩，而这个小孩就有父亲的业力，同时也有母亲的业力，还有自己的业力而出生。人类是属于胎生，除了胎生，还有卵生、湿生、化生。每个众生的因缘都有所不同，各自的业力就有所不同，所以大地上的众生就会相续不断。加上杀生的因缘，大家在业力中会生出各种缘分，令自己找到曾经杀害自己的人。所以有一些人，别人一看见你就对你不满，或者有一些人，你一看见他，无论他本来的性格是怎么样的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甚至想要害他。而发生在畜生界的世界，就是弱肉强食，绵羊必定会被狼吃掉。又或者你执着自己的利益，别人欠了你的钱，你就认为自己有所欠缺，时时想要讨债，讨不到债，自己就想要去盗取。杀盗淫三业为根本，令众生的业力和果报相续不断。世界相续，众生相续，业果相续，都是因为想要去寻找真理，在本觉上去寻找明，在本自清净的自性上再立一个清净，那么山河大地、众生和业果就会接连出现。因为自己的念头是有为法，即外在的因缘生念，就会看到这世界有各种有为的相。如今世间一切成就都有为法而立，所以我想来说说有为法。每一个有为法都是因念而生，每一个念头的背后也有无量而且数之不尽的分别心。正因为观察不到这些分别心，所以才会继续生出种种诸念。这样说也许大家会一头雾水，我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。我用少林足球做一个例子。星爷在这部电影里面，因小时候学习少林功夫，跟随师傅练了大力金刚腿，长大后为了要弘扬少林功夫，所以用尽了各种方法。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路上随便问一个人要不要学功夫，但却是处处碰壁。后来又发现唱歌跳舞可以让少林功夫发扬光大，这也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再一次碰壁。
第一次尝试了用功夫踢球之后，在经达叔提醒，发扬少林功夫的这个意念，似乎找到了一个适合的突破口。少林功夫配合足球这个新的想法，推动着星爷去寻找曾经师兄师弟，而为了将少林功夫发扬光大，也支撑着星爷最终赢下的全国冠军。星爷因为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光大这一个念头，前后有个5个行为，这5个行为都有生灭的现象。当星爷在街上随便问人学不学功夫，却屡屡碰壁；而在馒头店的事件过后，发现发扬少林功夫的新方法，那个以前在街上问人学不学功夫的念头就会灭，而新的念头升起，就是用唱歌跳舞的方式将少林功夫发扬光大。这里就有了一个生灭的现象，但是极难察觉。而用唱歌跳舞的方式将少林功夫发扬光大，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，也是很难察觉到的。因为星爷并没有深入观察这个念头升起的根，所以当唱歌跳舞的方式不再适合，而变成用功夫踢足球的念头时，星爷也没有察觉到。戏中的星爷一直在受着一个念头的影响，这个念头就是要将师傅所教的少林功夫发扬光大。这个念头是一个比较粗的念头，粗的意思就是说，它其实很容易被观察到，但是人人都在运用这些念头的同时，实际上却观察不到，所以就会被意识心牵着走，也就是心随境转。那么到了最后，星爷已经成功将师傅传授的少林功夫发扬光大，那么将师傅所教的少林功夫发扬光大这个念头就会消失，也就是灭了。这个念头生的时候，是从星爷刚学完少林功夫之后，师傅对弟子们的嘱托，念头升起之后，一直未能如愿踢完足球，完成了发扬少林足球的工作，如愿之后，这个念就灭了。我们可以回想在自己的人生当中，当一个心愿结束了，我们的真实感受是什么？也许你会有短暂的喘气空间，在那短暂的时间内，你会感觉身上的重担已经卸下，舒畅无比。但是你却要面对之后变化万千的时间，发扬了少林功夫之后，要不要开武馆教学，或者是再也不理会有关少林功夫的事，休闲度日。无论是哪一种选择，其实最终都没有离开将师傅所教的少林功夫发扬光大这个念头。如果没有这个念头，你就不会选择开武馆教学；如果没有这个念头，你就不会生出新的念头要去休闲度日。因此无论你因为这个念头做出多少的行为，依旧在受着它的影响，而这个行为就是有为法。所以就连休息也还是离不开有为法。我们再观察更深一点，将师傅所教的少林功夫发扬光大，这个念头背后还有更多的意念在发生作用。例如认为功夫是真实存在的，认为功夫是有价值的。这2句话可以浓缩为认为它是真实存在，而且有价值。而且在更深一层，还有一点就是有所教和所学的妄想。小星爷在受师傅传授功夫的时候，小星爷认为这是师傅教导的功夫，自己本身并不具足这种功夫。师傅是所教，小星爷是所学，因为师傅教，所以小星爷才学会。这看似是一个正确的逻辑关系，并没有错。但如果小星爷本身并没有能够成为学会大力金刚腿的潜能，又怎么能够学会呢？正是因为小星爷本来就具足了大力金刚腿的潜能，所以才能拥有大力金刚腿的能力。我们从这里延伸到所有世间上的教学以及所有的知识，老师和学生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师徒的关系。学生之所以能够学会老师所教导的一切，都是因为学生在自性中本来就具备了这一切的知识，现在只是因缘而显，遇到了缘分而掌握了各种知识罢了。我们回到少林足球的电影，我们一直在说有为法，有为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微细，微细到以为有所学，有所教。这种对立的想法，只要我们有这种对立的想法，我们就会被这种念头影响，从而在这之上会有各种的作为，各种的有为法。受过各种有为法影响之后会怎么样呢？就是迷。有为法的不断叠加之下，行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烦恼，而不知道这都是由念动而来。只要不随着前念，一切有为法随即消散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的，一切的分别本来就没有根，只因人迷才念念不断，不断分别而受困。一旦明白了，就再也不会受颠倒。富楼那在卷4的时候问佛陀成佛后还会不会变为众生，
悟了之后还会不会迷？如果我们就像以上这个少林足球的例子，我们知道各种念头的升起变化本无所有，就算升起弘扬少林功夫的念头，亦知道本来无一法，因此无生。当弘扬完少林功夫之后亦没有灭，那么就不会受弘扬少林功夫的念头影响，也就不会受生灭变异的影响。想不到一说这个有为法，时间就已经来到15分钟了。卷4的内容过于庞大，这一期只总结了5段内容，还需要多几集来总结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